这是一个神奇的房间，男人被困在这里得有3天了。随手撇出个皮球，没成想却触发了机关。走上前查看，发现竟然是一份寿司，正好这3天没吃饭，能好好补充一下。可没有酱油怎么吃啊？他随便找个按钮按了一下，结果弹出来的还是寿司。就这样，他接连按了10几个开关，全都是寿司。没办法，那也不能不吃啊，硬是干噎了20多个。等把所有寿司吃完，他闲着无聊，随手一按，一瓶酱油嗖的一下飞了出来。就有那，我找一把。吃饱喝足，他开始玩房间里的按钮，就跟开盲盒一样，不知道会蹦出来个什么玩意儿。这满房间里有成千上万个按钮，要是一天开10个，就算没有 WiFi 也够玩上个几年。想一想，他过得也还算有点意思。转眼又过去了几天，他开始看漫画打发时间，可没成想，就连漫画也不让看得劲儿了。看完第5集，按下身边的按钮，掉出来的却是第7集。换个按钮，结果是第8集，然后是第9集，哎，就是没有第6集。你说气不气人？他崩溃了，随便找个按钮就开始玩。只见不远处掉下来一双筷子，接着他不停地按，想看看到底能掉下来多少。没一会儿，房间里就堆满了各种各样没有用的东西。他绝望地坐在椅子上，静静地思考。不行，那第6集必须得看上。然后他又跑过去按了下按钮，这时后面居然出现了一道门，但他并没有发现。等反应过来刚才那是出口时，已经忘记按的是哪个按钮了。于是他随手按了个按钮，却从墙里跑出来个原始人。他一脸懵的看着小黑消失，那再试试旁边的按钮，结果正好让他冷静一下。这是一个神奇的按钮，男人只是按了一下，就蹦出来个臭屁。而类似的按钮在这个房间里还有很多。他倒在地上，又随便按个按钮，突然掉下来个3D 眼镜，戴上一看，发现墙上有个小天使，那给他激动的呀，以为自己被困在这里这么长时间，终于找到了可以出去的按钮。他走上前按了一下，结果房间一下就黑了，身后出现了恐怖的倒计时，墙上的按钮也开始逐渐消失，一个巨大的蜜桃从天而降。男人在房间里憋疯了。这天他起身按个按钮，身后居然出现一道门，他撒腿就往过跑，但这时按钮自己弹起来，门又关上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能放弃。随后他换个姿势，猛劲儿的往前冲，可无论怎么尝试，门都会在最后1秒关上。突然他想到个聪明人的办法，就是找东西把按钮给压住，但这按钮劲儿还不小，大花瓶直接给顶了起来。他灵机一动，又想到个办法，那就是在里面装满寿司。可当装满之后，问题又来了，自己压根抱不起来。行吧，那只能用筷子往出夹一些。这下终于给花瓶搬过来，却又忘了刚才是哪个按钮，那就随便找个试一下。可按完却出现个小黑，一波棱盖碰到花瓶，下一秒。男人气懵了，直接抓起米饭压在按钮上，门竟然真的开了，但下一秒他又换成胶带，把按钮紧紧贴住，看这样是成功了，转头就跑。但怎么也没想到啊，这按钮也太猛了，直接给顶出个窟窿。又找来铁皮，拿胶带牢牢的固定到门口，但按钮还是顶了起来。男人崩溃了，对着墙哭哧一脚，竟然意外开出了把钥匙。他正要走过去拿，又突然没了。那接着试吧，然后再试一次，可算是对了。接下来他又开出了绳子，利用绳子的摆动，他也终于来到门前。抬头一看，哎呦我，居然还有个密码锁！白忙活这么长时间，气得对墙又是一下。之前的小黑再次出现，他们俩尴尬的对视几秒后，小黑悄悄的走了。可刚走，男人就反应过来，他脑门上的数字不就是密码吗？于是他又来了一遍，成功解开密码锁。这时身后的暗门落下，由于里面的空间太小，门被卡住了。现在他是进也进不去，出也出不来。就在陷入绝望之时，吹来一阵微风，他伸手一扒拉，旁边竟然是推拉门，那给他高兴的站起身，拼命的往前奔跑。穿过这条走廊，他以为自己逃了出去，可抬头一看，这又是一个充满按钮的房间。话说，要是真有这么一个房间，你觉得你能在里面待多久？前提是有手机，没有 WiFi 也没有网。要是我的话，我高低能在里面待半天。